這是全世界最高最大的土雕大佛，刷到它的人自行接走一年的平安喜樂。这尊大佛就是始建于金黄统2年，也就是公元1142年的稷山大佛。它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稷山县，算到如今，它已經有了884年的歷史。在歷經多次地震火災後，大佛不僅沒有被摧毀，反而越燒越結實。是的，你沒聽錯，待會兒咱們就說說它是怎麼被燒結實的。如今的稷山大佛既是當之無愧的全國重點文保單位，也是我晉南之旅的重要目的地之一，更是我在稷山縣所發現的第一重要的看点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這次一定點關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這個地方是山西省運城市的稷山縣的大佛寺啊，這裡邊就是那尊土雕大佛，一會兒咱們就來進去看一看。我是2024年5月去的，山下停車場位置很富裕，記得當時不收費，停好車可以先看看導覽圖，發現大佛寺不算大，有半小時差不多就能逛完。現存的建築基本都是新建的仿古建築，所以隨便看看就好。現在我們走進大佛寺的入口，能看到大佛寺的鐘樓和鼓樓。雖說這鐘鼓樓是仿古建築，但也頗有古樸韻味，比某些地方的水泥古建築要強出去太多了。再往上爬過一段台階，就來到了寺院真正的入口——天王殿。殿內的正面有一座很小的彌勒像，背面有維陀，兩側有4大天王，這都是標準的配置。在這個位置往右手邊走，能看到一個很大的碑廊，其中有一塊字跡模糊的碑，它就是一塊珍貴的元代碑。旁邊那塊字跡清晰一些的也是元代的碑，附近還有清康熙年間的碑，中間的那一大組碑是民國時期的重修與功德碑，年代比較靠後的則是一塊2003年的古碑。與之對稱的位置還有另一處碑廊，這些全都是2004年為捐款人立的功德碑，捐款金額從幾百萬元到10萬元不等。現在我們準備登上台階，走到下一進院落，然後在右手邊能看到一座文殊殿，殿內供奉的是文殊菩薩，梁架上還有雲氣紋彩繪。文殊殿的對面是普賢殿，內部供奉的是普賢菩薩，梁架上也有同款的彩繪。牆上城隍老爺穿的是紅色圆領袍，後面是十殿閻羅主題壁畫。這是一種特殊的壁畫，是先把畫畫出來，然後掛在牆壁上。另外土地爺的行頭不錯，來年我也計劃入手一身。現在讓我們把目光投向正殿，走進去之後就看到了那尊土雕大佛。在金代，僧人守志等人基於天然形成的土崖，歷經14年歲月，終於雕出了這一尊土雕大佛。根據文保員的說法，這尊大佛是彌勒佛，也就是未來佛。未来拜，它的構造是以土雕為主，泥塑為輔，其右手向前施說法印，左手則自然搭在左膝上，其通高16.68米，大腳趾比我腦袋都大。從金代修建寺院建成大佛以來的800多年中，稷山縣共發生過數十次地震，但大佛仍然屹立不倒。之後這邊又遭遇了火災，而且是天雷引發的地火。但根據文保員透露，這座大佛在被火焚燒後不僅沒有損壞，反而部分區域在高溫下出現了磁化現象，這便是我們前面提到的越燒越結實的原理。雖然大佛扛住了這些地震和火災，但大佛所屬的寺院就沒這麼好運了。所以我們剛才提到，沿途中所見到的那些建築基本都是新建的仿古建築，而寺內真正的古物只有這座金代大佛以及東碑廊下邊的那些碑刻了。在建成大佛之後，僧人守志還以土雕大佛為核心建起了一座大佛寺。之後在元朝，蒙古大將木华黎帶兵侵入稷山，一路燒殺搶掠，當地百姓沒有辦法，只好躲進大佛寺裡，從而逃過了這場生死劫難。而在明清時期，佛教的發展明顯已經走了下坡路，所以稷山大佛寺的功能則逐漸從宗教場所变成了旅遊景区，和現在寺廟的功能已經差不多了。事實上，寺廟和景區的功能本身就是高度重疊的。在我踏足山西，主動了解古建築之前，我對佛教的認知基本上就是個零蛋。可當我真的深入山西之後，才發現遺留下來的古建築10之8九都是古老的佛寺。哪怕只是純粹看古建築，都能捎带腳的了解到很多的佛教知識。这些佛教建築之所以能被更好的保存下來，
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。只有源源不斷的香火，才能負擔起重修廟宇、再造金山的成本来。而对於濟山大佛來說，它的優勢遠不止於此，因為它既是一佛鎮三縣的傳奇，也是一時一地的文化特徵。無論是民間還是官方，大家都有更多的動力去支撐着它，讓它在一個又一個世紀中屹立不倒。願它能在未來的日子裡繼續屹立下去，從而讓更多到濟山訪古的人親眼見證這份持續了884年的奇蹟。看到這裡的朋友，歡迎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，和徐公一起讀城，一起旅行。